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很多人接触佛法是从一件事开始的，不是觉悟，也不是智慧，而是想改变命运。日子不顺了，事业卡住了，身体开始出问题，关系越来越紧绷，于是有人告诉你可以放生，可以做功德，可以积德改运。你一听，心里其实是松了一口气的，因为这代表还有办法。只要多做一点，只要方法对了，命运是不是就能转弯？于是你开始问，放什么最好？放多少才够？什么时候放比较灵？你开始计算时间、次数、金额，甚至开始期待某种结果。做完之后，心里会忍不住观察，事情有没有好转，运气有没有变。如果没有，你会失望；如果有一点点，你会更努力。可问题是，佛法真的这样看吗？在佛经里很少出现改运这个说法，不是因为佛法不关心人生顺不顺，而是因为佛法关心的从来不是运气本身，而是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被运气困住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也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。有人问，为什么同样是人，有的人一出生就富贵，有的人却一生坎坷？佛陀没有给他们一个简单的解释，而是反复说到一个词：因缘。因不是单一的行为，缘也不是单一的条件，它们不是线性的，不是你做一件事立刻换一个结果，它们更像一张网，你在这张网里的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个选择，每一个习惯，都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回到你身上。所以当一个人问佛法放生能不能改运，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放生，而是你现在站在什么位置上看这件事。如果你把放生当成一种交换，那你心里已经默认了一件事：我做了，你应该给我。你不一定说出口，但你心里会这样想。只要这种想法在，佛法就已经偏离了。佛经里讲得很清楚，功德不是买卖，你不能拿善行去讨价还价，也不能拿慈悲去要求回报。因为一旦你这么做，你的心已经不在善里，而是在得失里。有些人会说，那我也是真心想救生命啊。可你要诚实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如果没有任何回报，如果我知道这件事不会让我的人生变好，我还会做吗？这个问题不舒服，但它非常重要。佛法从来不怕你有私心，它怕的是你把私心包装成修行，因为那样你会越来越累。你会觉得，我明明做了这么多，为什么还是不顺？你会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方法不对，是不是数量不够，是不是哪里没做到位？慢慢的，原本想求安心的你反而更焦虑了。在杂含经里有一段话说，若人造业，业不极限，时节因缘，果报成熟。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，因果不是及时到账的系统，它不是你今天充值，明天就升级，它有时间差，有复杂性，也有你看不到的层次。当你急着改运，其实是在拒绝看见现在的自己。你不想面对那些已经形成的习气，那些长期的选择，那些你明明知道不对，却一直没改的地方。你更希望用一件看起来善的事情，快速覆盖掉不安。可佛法真正要你做的，恰恰相反。它不是让你多做一点，而是让你慢下来，看清楚。看清楚你现在的苦是从哪里来的，看清楚你一直以为是命的问题，其实是心的问题。佛经里讲业力，从来不是为了吓人，它是在提醒你，你不是被安排的，你是在参与。你每一天的想法、说的话、做的事，都在一点一点塑造你之后会遇到的世界。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放生有没有用，而是你放生的时候
心在不在。如果你放的是生命，但心里装的是恐惧和交换，那你只是把恐惧转移了一下。如果你放的是生命，心里是对众生苦的体会，那你已经在改变了。这种改变未必马上反映在外在条件上，但它一定会先反映在你对世界的态度上。你会发现，你没那么急着求结果了，你没那么容易被一时的好坏牵着走了，你开始愿意承担，而不是一直逃离。佛法讲积德，也不是在讲数量。德不是一个可以堆积的东西，它更像一种状态。当你的心越来越不拧巴，你的行为越来越不伤人，你和世界的摩擦自然就少了。有些人一听到这里会有点失望，因为这不像一个技巧，不像一个方法，更不像一个立刻见效的答案。但佛法从来不是为了满足人的急，它是为了让你不再被急困住。你之所以想改运，是因为你现在很苦。佛法不是否认这个苦，而是问你一句：你愿不愿意用另一种方式走出来？很多人是在做了很多善事之后，才开始真正困惑的。一开始，他们是带着希望走进佛门的，后来却慢慢生出一种说不出口的疲惫。不是不信佛法，而是不明白为什么我已经尽力了，事情却没有变得更轻松。他们放生、布施、念经、拜佛，能做的都做了，可心里的焦虑并没有消失，反而变得更隐秘。白天看起来很虔诚，夜里却睡不好觉，因为心里始终悬着一个问题：我是不是还不够？佛法里有一句话，很少被单独拿出来讲，却非常重要。经里说：若以有所得心，修诸善法，如人负重远行，虽进一程，终不安稳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你带着强烈的目的去行善，就像背着重物走远路，哪怕你走得很认真，也迟早会觉得累。问题不在于你走的不对，而在于你背着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太重了。很多人以为功德之所以没有显现，是因为自己做的还不够多，于是他们加码、加速、加频率。他们不敢停，因为一停下来就会感觉好像前功尽弃。可佛法里真正让人转弯的地方，往往不是再多做一点，而是再少抓一点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开始把修行当成任务，你的心就会慢慢变硬。你不自觉地去比较，去衡量，去计算。别人做了什么啊，你会知道；别人有没有回报，你会在意。你的善行开始掺进了一种紧张的味道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这是人的习惯。人在不安的时候，很容易把善当成工具，因为善看起来是正当的，是安全的，是被允许的欲望。你可以说自己是在修行，而不是在索取。可佛法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。在《金刚经》里有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这句话不是在讲高深的空性，而是在提醒一个非常现实的状态。你做的时候，不要把心住在结果上，不是叫你不要期待生活变好，而是叫你不要用善去绑架未来。因为一旦你这么做，你的心就被分裂了，一部分在行善，一部分在等待回报。表面看起来是在修行，内在却是在拉扯。这种拉扯久了，人会变得敏感，你会开始对命运斤斤计较，对他人的不善格外放大。你会忍不住问：为什么他不修行却过得比我好？为什么我这么努力，人生还是卡在这里？佛法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些问题，它只是没有顺着你的期待回答。佛陀在世时，有人问过一个类似的问题。那个人问：既然因果真实存在，那为什么有些人作恶却享福，有些人行善却受苦？佛陀没有急着解释结果，
而是先指出一个盲点，人只能看到眼前的一段，却以为那就是全部。你看到的顺与不顺，只是因缘链条中的一个截面，它既不完整，也不最终。可对正在受苦的人来说，这样的回答并不容易接受，因为他要的不是解释，而是解脱。佛法真正的转折点就在这里，它不是承诺你善一定换福，它是在邀请你换一种活法，不是把人生当成一场交换，而是当成一场练习。练习什么？练习在没有确定回报的情况下，仍然不让心变坏。这一点非常难，比你想象的难得多。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导，付出应该有回报，你努力读书才会有成绩，你认真工作才会有收入。这个逻辑在世间法里没有问题，但当你把它完全搬进修行里，就会出事。佛法不是反对因果，而是提醒你，心的方向比结果更重要。当你行善是为了不再被自己的贪、嗔、怕牵着走，那一刻你已经在解脱里了。哪怕外在的环境暂时没有变化，你内在的负担已经开始松动。可如果你行善是为了让世界按你的期待运转，那你只是把控制欲换了一种形式。你不再用强硬的方式要求人生，而是用我已经这么好了来要求。这种要求一样会让人痛苦。很多人误会佛法是在教人忍，其实佛法是在教人松。松掉那些你以为非抓不可的东西，松掉那些你用来证明自己价值的条件。你不需要靠不断积德来证明自己值得被善待，你也不需要用功德去换一个安全感。佛法真正关心的是你现在的心是不是已经被紧紧绷住了。如果你一想到停下来就会恐慌，如果你一想到没有回报就会失落，那说明你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善行，而是一次诚实的回望。回望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失去，回望你为什么不敢让事情自然发生，回望你是不是早就累了，却一直不允许自己承认。佛法不是要你放弃善，而是要你把善从交易里解放出来。当善不再被用来讨价还价，它才真正有力量。这一点，如果你开始隐约感觉到了，说明你的修行已经走到一个新的位置了。接下来要讲的不是再多做什么，而是要讲一个更关键的问题。如果功德不是交易，那它究竟改变了什么？如果你静下来想一想，会发现一个很微妙的事实。真正让人痛苦的，往往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事情发生时，你内在那一瞬间的崩塌。同样的遭遇，有人能撑住，有人却彻底碎掉。外在看起来好像是命运差别，实际上是心的承受力不同。佛法讲功德，很少直接说它能带来什么具体结果，却反复强调一个方向，它让你的心慢慢不那么容易被击穿。这不是一句安慰人的话。在佛经里，功德常常被形容为资粮。这个词很有意思，它不是奖赏，也不是兑换券，而是你走远路时身上慢慢积累下来的力量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真正需要力量的时刻，往往不是顺的时候，而是逆的时候。不是事情解决了，而是事情还没解决，你却已经快撑不住了。很多人误以为修行的目标是让人生不再遇到痛苦，可佛陀从来没有这么说过。他说的是，苦是可以被认识的，是可以被穿透的，是可以不再把你整个人拖进去的。功德真正发生作用的地方就在这里。当一个人长期带着绝招去行善，他的心会发生一种不明显却非常深的变化。他不再那么急着反应，不再那么快被情绪带走，他会在事情发生的一瞬间多出一点空间。这一点空间
看起来很小，却能救命。你以前可能是这样，一件事一来，心马上紧缩，念头乱飞，身体紧绷，整个人陷进去，拔都拔不出来。后来你发现同样的事情再来，你还是会痛，但已经不再完全失控了。你开始看见自己的情绪，而不是被它拖着跑。这不是忍出来的，是长期心行慢慢累积出来的。佛法里的慈悲从来不是情绪化的善良，而是一种不急着把世界推开的能力。你能承受别人的不完美，也能容得下自己的失败。观音菩萨为什么在佛教里这么重要，并不是因为它能帮人消灾解难，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新的状态。闻声救苦，不是听到声音就立刻改变现实，而是先不逃避苦。很多人念观音是在求事情快点结束，可观音的修行是走进苦里，而不是绕开它。当你开始理解这一点，你就会发现，功德不是帮你避开人生的风浪，而是让你在风浪里不至于翻船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修行之后，生活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太大变化，但整个人的气质却不同了。他不再那么焦躁，不再那么怨怼，不再那么急着证明。他的苦还在，可他的苦不再咬人。这是一种很真实的转变。可惜的是，这种变化无法量化，它不能被拿来展示，也不能被用来跟别人比较。于是很多人会怀疑，这样的修行到底值不值得？如果你是带着交换心来修行，你一定会觉得不值得，因为你会觉得付出了这么多，却没有换到明显的好处。但如果你有过那种经历，在某个本来会崩溃的时刻，你却只是安静地流了一会儿泪，然后继续把日子过下去，你就会知道这种力量有多珍贵。佛法不是让你变成没有情绪的人，而是让情绪不再成为你的主人。而功德就是在不断帮你完成这件事。很多人到了这里，会突然生出一个新的执着，我是不是已经修得差不多了？我是不是比以前好很多了？这个念头一出来，又危险了，因为它很容易把修行重新变成自我确认。你会开始守着一个形象，一个我已经懂了的位置。一旦生活再次把你打回原形，你会比以前更痛。所以佛法一直在提醒，连对修行本身也不要抓。在维摩诘经里有一句话说得很直接，行善而不见善相，是真行善。意思是说，你做了，却不把我在做善这件事牢牢地记在心里。不是否定善，而是不让善变成新的负担。当你开始这样走，修行会慢慢变得轻。不是因为事情变简单了，而是你不再把每一次起伏都当成成败。你开始允许人生有波动，允许自己有状态不好的时候，允许因果的展开不是按你的时间表。这时候，改运这个词会在你心里失去原本的重量。不是因为你不想变好，而是因为你发现真正困住你的从来不是运气，而是你对运气的执念。当你不再用善去对抗不安，不再用功德去抵押未来，你的心会慢慢回到一个更自然的位置。这个位置不激进也不消极，它只是稳，稳到可以继续走下去。很多人真正开始接触佛法，往往是从放生开始的，因为它直观看得见，做完之后心里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。你把一条命从死亡边缘拉回来，那一刻的触动很真实，也很震撼。问题不是放生好不好，而是我们在那一刻心里装的是什么。有些人放生的时候心里是急的，他希望这件事马上产生回报，希望命运立刻对自己宽容一点。于是放生变成了一种交换，你救他一命，他帮你挡一劫。从表面看，
这是善行，但在更深的层面，它依然是恐惧在主导。佛法从来不是否定善行，而是不断提醒你看看自己的动机。因为真正决定一件事力量大小的，不是形式，而是心性。如果你放生，是因为你终于意识到，生命不是理所当然的，是脆弱的，是随时可能被带走的。那一刻，你心里升起的是敬畏，而不是算计。这两者表面动作一样，内在却完全不同。佛经里讲布施，有一句话很少被认真看待：布施时心不悔，不慢，不求果。这不是道德要求，而是在告诉你一个事实：只要你在做的时候，心里已经开始期待结果，这件事的力量就被你自己削弱了。因为你不是在放下，而是在换取。放生真正救的，从来不只是那条命，它救的是你对生命的麻木，是你长期活在只要不发生在我身上就好的状态里。那一刻，你看见了无常，看见了恐惧，也看见了自己。如果这一层没有发生，再多次放生也只是在重复动作。所以佛法并不鼓励盲目地情绪化地做善事，它一直在引导你把注意力放回心上。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在面对世界？积德也是一样。德这个字在古汉语里本来就不是指功劳，而是内在的稳定与厚度。一个有德的人，不是做过多少好事，而是遇事时不轻易失去分寸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真正让人安心的人，往往不是最聪明、最成功的，而是那个在混乱中还能保持清明的人。这种清明不是天生的，是长期心性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。当你开始明白这一点，修行会从一种急迫，慢慢变成一种陪伴。你不再天天问为什么我还没变好，而是开始留意我是不是比以前更能与现实相处了。改运这件事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悄悄改变位置。你不再把它当成一个目标，而是当成一个自然结果。不是我要改运，所以我去行善，而是我愿意把心摆正，愿意少一点贪，少一点怕，多一点觉知。于是命运开始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慢慢松动。也许事情本身并没有立刻好转，但你已经不再被它压垮。你能看见选择，看见路，而不是只看见堵死的结局。这才是真正的转运。佛法从来不承诺一个没有风浪的人生，它只承诺一件事：你可以不再被风浪带走。如果你把功德当成筹码，你会永远焦虑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够不够。如果你把修行当成改变心的方向，你反而会越来越踏实。不是因为一切都顺了，而是因为你开始信任因果的节奏，而不是逼它立刻回应你。这份信任不是盲信，是你在一次次跌倒，一次次站起来之后慢慢生出来的。到这里你会发现，佛法讲的从来不是外在奇迹，而是一种极其深刻的现实主义。它不逃避苦，也不粉饰人生，它只是告诉你，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站在同样的世界里。当你不再把善当成工具，不再把功德当成保障，不再把修行当成捷径，你反而走上了一条最稳的路。这条路没有掌声，也没有立刻的回报，但它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你力量。不是改变命运的奇迹，而是让你有能力走完属于自己的命。这就是佛法看待放生、改运、积德的方式。不交易，不承诺，不恐吓，只安静地陪你把心一点一点放回正处。如果你愿意这样走，慢一点也没有关系。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：功德不是你跟命运讨价还价的筹码，而是你一次次愿意把心放正，把手放下，
把路走稳之后，自然留下来的重量。你不必急着改命，只要不再用恐惧活着，命迟早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回应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